观之道为学者，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知友小关，很高兴再次与大家见面。今天小关要给大家推荐一个特别简单的小方法，随时随地可以做，排毒、美容、安眠、健脾效果都非常棒。你一定想不到，其实就是咬舌头。咬舌、运舌养生，既简单又有效。我们既可以从舌头看健康，又可以通过每天咬舌、运舌达到保健、长寿的目的。经常活动或刺激舌头，不仅能增强食物的消化吸收，对五脏都十分有益处，甚至有返老还童的功效哟。咬舌具体怎么做？这个咬舌不拘时间，随时随地都能咬，只要不过度用力，不将舌头咬破就行了。如何运舌？舌头是大脑的先行器官，舌神经连接着大脑。当人体出现衰老时，一个显著的症状就是舌头僵硬。因此，除了咬舌，还可以运舌。运舌也称蓝海，古代医家十分推崇。经常运动舌头，也可以间接对大脑进行刺激，防止大脑萎缩，达到强身健体的目的，持之以恒，老而不衰。3种最有效的运舌方法：一、坐下后凝神息虑，舌尖轻轻抵住上颚，来回摆动30次左右，待唾液增多时鼓数10余下，然后分3次咽下。2、用舌尖舔内侧齿龈，由上而下紧贴上下牙龈转圈，正反各30圈。3、用舌尖舔上唇颊侧和下唇颊侧30圈，或用舌头舔内侧齿龈，左右摆动30次，唾液增多时分3次咽下。以上方法既可独立，也可交叉进行，次数多少根据自身情况增减。为什么对舌头做一件这么小的事却是养生妙法呢？因为舌头的各个部位都与内脏的各部位相对应，如舌尖属心，舌心属胃，舌根属肾等。我们既可以从舌头看健康，又可以通过每天咬舌、运舌达到保健、长寿的目的。具体有以下5大好处：一、美容助眠。肩是心肺的反射区，舌为心之苗，刺激这个部位可以提高心肺的功能。心主血脉，其华在面，故对美容有非常好的效果。心为神之舍，血之主，脉之宗，在五行属火，为阳中之阳，起着主宰人体生命活动的作用，神安就能很好的入睡。无论是咬舌还是运舌，都能促进唾液的分泌。根据返老还童激素的类唾腺荷尔蒙的作用，可以提高肌肤再生能力，获得美肌效果。2、补气通便。肺主人身的元气，为生气之源，吸之则满，呼之则虚，是五脏的华盖，受气于天，与骨气相并，而充养于身。肺主气，肺虚则有少气自汗的现象，所以咬舌头不仅能补气，还对调理自汗有很好的效果。咳嗽、气喘、鼻山为肺热，咬舌还有清肺泄热、通鼻化痰的作用。手太阴肺经与手阳明大肠经相互络属于肺与大肠，故肺与大肠相为表里，所以咬舌头有通便的作用。3、明目祛斑。舌两侧为肝胆反射区，肝不好，气机不调，血行不畅，血液瘀滞于面部，则面色青或出现黄褐斑；肝血不足，面部皮肤缺少血液滋养，则面色无华，暗淡无光，两目干涩，视物不清。咬舌两侧有明目、祛斑、柔筋、美甲的作用，另外还可刺激胆汁的分泌，有提高肠胃消化系统的作用。而转舌头可以锻炼眼睛周围的眼轮匝肌，眼睛就会变得又大又明亮。4、补肾防痴呆。舌根为肾的反射区，肾气通于耳，而肾又是藏精和蒸化水分从膀胱排泄的脏器，命门的真火盛衰又与大便的排泄有关，所以肾又开窍于前后2阴，故而用牙咬舌头有强肾、美发、聪耳、通二便的作用。用牙齿咬舌头，牙齿与牙龈都得以刺激，对改善牙疼有很好的效果。肾主骨生髓，通于脑，咬舌还可以健脑、醒脑，防止老年痴呆，而让自己更聪明。5、健脾养胃。舌中为脾胃反射区，
脾为后天之本，气血生化之源。脾胃功能健运，则气血旺盛，见面色红润，肌肤弹性良好。反之，脾湿健运，气血津液不足，不能营养颜面，其人必精神萎靡，面色淡白，萎黄不泽。咬舌还能刺激涎腺分泌的增加，滋润肠胃，有助于改善脾胃功能，以及防止口苦、口臭等。特别提醒，这个咬舌养生法是有意义的去咬舌，而不是一边吃饭或一边说话，不小心咬到舌头。如果经常出现这种情况，可能是疾病征兆。咬舌头分虚和实。虚，比如说脾虚、肾虚，一看舌苔边上有些齿痕，舌体胖大，这种情况下容易咬舌头。实，比如说心火上亢、肝火上炎，也容易咬到舌头。偶尔不小心咬到舌头是正常现象，如果经常会咬到舌头，可能出现的问题是中风，比如说脑梗死，甚至脑出血、颅内长肿瘤，这种情况最好还是去检查一下。据人民网报道，一位68岁的王大爷有一段时间吃饭和说话时就老是咬着舌头，后来被诊断出腔隙型脑梗死，再晚送医院的话，甚至有脑梗死的风险。明明是在专心咀嚼食物，却不小心咬到舌头，这种瞬间的痛感虽然无法描述，却足以让人放下所有吃得正香的食物。咬到舌头为什么这么痛？吃点肉真的会好吗？中南大学湘雅医院中西医结合科主任医师陈泽奇为你揭晓答案。不小心咬到舌头或者舌头侧面的肌肉时，痛感尤为明显，有时甚至会让人产生痛到落泪的感觉。美国杂志刊登了纽约市牙科医生布莱恩·坎特博士的解释，在人体最强健的几处肌肉中，口腔内的嚼肌、颞肌和乙内肌名列前茅，这些肌肉可带动牙齿咬合，分别对门牙和后面的磨牙产生22公斤和90公斤以上的力量。当这些力量因为嘴巴一时开小差，没有顺利作用在要咀嚼的食物上时，你的舌头或舌侧肌肉就可能要承受这种不可描述的痛。人为什么会咬到舌头？除了吃饭时偶尔注意力不集中，咬舌头这个看似无意识的动作，可能还隐藏了一些健康问题。一、咀嚼习惯不好。如果牙齿和口腔都正常，却常咬到舌头，最好慢慢纠正咀嚼习惯，让舌头去适应口腔节奏，比如减慢咀嚼频率，吃饭时专心一点，会大大改善咬舌头的情况。二、口腔有问题。如果口腔有牙龈炎、龋齿等，就会有偏侧咀嚼的习惯。口腔溃疡时也会有意识避开疼痛区域。如果装了义齿，常出现咬舌头的情况，可能是咬合有问题，应请牙科医生检查。三、你的身体累了。我们每一个咀嚼的动作都受神经支配，舌头与咀嚼动作在大脑形成反馈调节、支配协调，才能避免舌头被咬到。如果因熬夜、压力大、紧张等因素导致休息和睡眠不够，神经反应区出现迟钝，导致舌头与咀嚼不同步甚至紊乱，就容易咬到。四、脑部小血管病变。如果老年人经常咬到舌头，应提高警惕。腔隙性脑梗塞的前期症状就有咬到舌头、间隙动作差等轻微症状，很容易被忽视。从脑部核磁共振显示，这类老人因为大脑局部微血管堵塞、脑组织小范围缺血、坏死，会表现为舌头不能灵活活动等症状。偶尔咬一次舌头不要紧，但如果反复咬到同一个地方，产生的口腔溃疡会难以痊愈，特别是15天以上未痊愈的，应及时就医。如果舌头出血，可以马上含一口冰水，既收缩血管又能止痛。另外，要注意口腔消毒和清洁，选择消炎抗菌的漱口水，能够尽快减轻炎症。饮食减少辣、酸等刺激，吃饭时细嚼慢咽，避开舌头伤口，避免无意识咬舌给身体带来的伤害。充分利用咬舌、运舌养生，既简单又有效，随时随地都能做，不花1分钱，还能明目、祛斑、通便、防口臭。好了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，观友们可以在视频下方给小关留言，喜欢小关的别忘记点击订阅哟。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